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原声带慢刀手。如果说要给2024年定一个标题，我认为是拜亚年，因为这个2024年呀是这个拜亚这么一个百年德国品牌它的100岁的生日。自从1924年这个拜亚品牌发明出动圈耳机到现在，已经是有了100年的漫长的一个时间。众所周知，许许多多 HiFi 品牌，他们往往愿意在这个自己周年生日这种情况下，比方说10周年啦、20周年啦，他愿意在这个年份呢，去出一些比较重量级的、高水准的这么一些 HiFi 的设备。一方面是秀一下我这个肌肉，另一方面也是推动这个耳机的销量，展示一下我这个品牌的底蕴。出一些这么一些限量版的高水平的设备出来。但是呢，今年的拜亚，必须是要用2个字概括，令人失望。纵观全年，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拜亚究竟给我们推出了一些什么产品。首先是年初的这个 DT770 Pro X，是一个100周年所谓纪念款。随后出了这个 Vero 200，是这个开放式的真无线耳机。在前段时间的发布会呢，是一股脑给我们带来了3款这个蓝牙耳机，分别是头戴式的阿凡图300，还有入耳式的阿米罗100和300这么一个3兄弟的情况。这种产品推出的序列可以说是大大的超乎了咱们这个发烧友的这种想象呀。用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梗来说，就是100周年纪念耳机作品，一定是 T1 4代呀，不会是 T5 的新一代封闭版本吧？难不成是谢兰图3代？阿米罗300是什么东西？我相信，可能许许多多的这个拜亚铁粉，对这个拜亚抱有非常大期待的这些观众们，可能是和我有一样的这种想法的。你这个拜亚作为这个耳机界响当当的扛把子这种水平的品牌，你这个100周年的这种产品，给我们端上来一些这个小鱼小虾，显然是说不过去呀。纵然来讲呢，它100周年推出的这么一系列产品，其实还是有不少精品的。比方说这个Vero 200，可以算是咱们这种开放式的无线耳机里面音质方面首屈一指的存在。它新出这些蓝牙产品呢，比方说这个阿米罗300，它这个佩戴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但是无论如何来讲，你这个作为一个100年品牌拜亚动力，你这个去周年纪念的做一些代表着自己全新技术、更高水平的这些耳机，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呀。好在呢，也就是在前几天，这个拜亚终于是发布了这个自己旗舰级的监听耳机的换代产品，也就是咱们的这个1990 Pro Mark II 和1770 Pro Mark II。实际上来讲呢，这个1990系列其实可以算是拜亚他们家的一个王牌级别的这么一个产品线。因为这个监听级耳机呢，它其实是可以服务于咱们这种2种群体的，一个就是说传统的这个专业用的，录音时去这个混音去监听，作为实际工作当做饭碗的这么一种使用。这个种种这个音乐人的评价呢，已经能证明这款产品是相当成功的了。而对于咱们许许多多发烧友来说，这款产品也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这个1990 Pro 1代呢，它具有非常强的这个解析力，整体声音是比较直白的，可以适配很多种的这种音乐题材，同时给到的这个细节量也相对比较充分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实际上1990 Pro 得益于它这个特斯拉单元的这么一种强大属性的加持，它的整体信息量其实完全可以直追 HD 800S 这种级别，就是旗舰级别的这种头戴式耳机的解析度，只不过是它在这个声场方面，还有整体声音的宽松度方面，还距离这种 HD 800S 这个级别的耳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它在这个整体给到的细节方面，已经可以做到说是不落下风了。另外一点就是这个1990 Pro 的这个耳机的价位，它选的还是比较合适的，首发应该也是在4000多块钱。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降价，再加上咱们这些电商活动等等等等，实际的成交价格已经是来到了3000多元这么一个价位。如果说我们在3000多价位的话，去考虑一个这个既有高素质，又有很优秀的听感，
而且它调音非常正的这么一款耳机，这个1990 Pro 呢，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可以算是这个价位的一个首选了。好的，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个1770 Pro 和1990 Pro 这两兄弟的包装，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技术参数相比于上一代的耳机，究竟是有什么不同。我们首先看这个耳机的包装，可以说这个1990 Pro Mark II 的这个包装，显然就是新时代的这个拜亚的包装风格，和它之前出的这些，包括900 Pro X 的这个包装风格，这个监听线整体的这个风格是非常接近的。打开包装纸盒，还是这个熟悉的耳机包。我自己是持有这个1990 Pro 1代这个耳机的，印象里和这个包是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然后除了这个耳机包之外呢，这个纸盒里面就没有其他东西了。还有一张比较薄的这个说明书，这个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讲也基本是不用看的。打开耳机的这个包装盒，整体和之前也是保持了一个高度的一致。在配件方面呢，依旧是给了我们机上面直接装的这个多孔耳罩和这个另附的少孔耳罩，也就是这个4孔耳罩两种选择。这个耳罩呢是完成这个拜亚耳机调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它这两款耳罩呢，分别是叫平衡耳罩和分析耳罩。这个耳机上面直接装的这款呢是所谓平衡耳罩，而这款替换的就是这个分析耳罩。两款耳罩的最大区别呢，其实就是它给到的声音方面。分析耳罩它会更加倾向于给到我们更多的细节，宽广一点的声场，然后它的这个整体调音，分析耳罩是更加的倾向于这个微型调音，也就是高频和低频多一点，然后人声稍微往远拉、往薄去打的这么一种更偏向于器乐欣赏。而这个平衡耳罩呢，就更偏向于咱们这个发烧友日常聆听一些音乐，包括您聆听一些这个流行音乐，这两款耳罩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区别。简单说一下这个耳机的耳罩更换方式。首先我们把这个线推荐大家先拔下来，这里有一个按钮，摁住把它往外面拔，千万不要大力出奇迹啊，把它摁住往外面拔就可以了。然后耳罩取下来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往外面稍微一掰就可以了，就是这个皮往外面扒一下，两边就取出来了。而装的时候，小伙伴们可能会有点犯难，就这个套好像怎么套都感觉有点，就套住这一边，然后再往这边拉，好像很费事的样子。事实也确实如此啊，所以它这里是有一个设计的。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这个边，也就是横边，不是斜边，这个横边我们往上，也就是横边顺时针。横边顺时针，我们先套一点进去。随便套多少，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转，就顺时针的去转它，对，就这样转。好，
完成，就这么方便。大概总用时花了不到15秒。转过来之后，如果说有一点点漏在外面的话，用一点点指甲往里面抵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的。然后另外一边我们也是一样的这个思路，先找到这个边，找到这个横边之后，顺时针，好，我大概就塞了30公分吧，顺时针的去转。好，完成，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它上边是给了一个这个装线材的包。其实这个包有一点好处呢，就是说您如果是一名工作者，或者说是有出差用途的话，您这个耳机和这些配件是完全可以收纳到这个一个包里面去的。就是说您这个线材可以直接收纳到这边这个带拉锁的这个小袋子里边，它不会在这个耳机包里面晃来晃去。线材配置方面也是和前一代的这个1990 Pro 耳机保持了完全的一致。一根是这个长的线材，它都是有这个6.35的转换头的。您这边要用这个3.5口的话，只需要把这个6.35的大头拧下来就可以了。如果您是要接这个调音台或者说是一些电钢琴这些乐器的话，就再把这个拧上去就可以。它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两用的一个配置。这边还是这个熟悉的电话线。这个电话线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我该短的时候短，该长的时候长。你比方说，我在这个调音台上，我可能这边调，那边用，我这个转椅人是来回在一定范围内来回跑的。我用这根电话线的话，它这个伸缩还是比较方便的。说完配件，我们再来看看耳机本体。猛一眼看上去，这个耳机的设计风格可以说是和一代的1990是基本上完全一致的啊。唯一有点区别的就是头梁这方面，它这个头梁里面的这个泡沫填充是和一代有点区别的。它的中央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凹陷处理，可能是这个凹陷处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这个拜亚的这个设计人员发现，可能中间给一个凹槽，它整体佩戴会更舒适，比这个之前宽度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海绵配置，它可能佩戴起来更符合我们的这个头型。除此之外，最大的不同就是耳机两边这个耳罩面板方面的不同了。表面涂层呢，二代是在这个表面它涂了一层类似这个相机上面防滑纹的这么一种纹理，可能也是增强我们在这个握持这副耳机的时候它整体的这种手感吧。线材方面依旧是这个熟悉的三星卡农的这个 Mini XLR 连接口，也就是说这款耳机我们还是不能够上平衡的。耳罩内部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个调音棉应该是说和一代是完全不一样了，换成了更加类似于 T1、T5 和这一代的900 Pro X 和700 Pro X 的这么一种形状。我相信，这个调音棉绝对不是无的放矢，仅仅为了这个外观而存在的，它可能还是会让我们这款耳机相比于这个一代会有一些声音风格上面的改变的。我们这边再来拆开这个1770 Pro Mark II 来看一下，依旧还是这个耳机盒和它的这个兄弟是完全一样的。整体的配件风格也是高度相似。与这个它的兄弟不同的是，它的这款分析耳罩，它表面的材质大家要注意一下，它就不再是这个天鹅绒的表面了，它是采用了这个应该是人造革的这种材质。开箱之后，我们不妨在听之前先从参数方面来分析这个 MK2 和 MK1 之间的区别。首先最大的区别肯定是这个易推，也就是这个阻抗和灵敏度方面的不同。大家都知道，这个拜亚动力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这种高阻的耳机，包括之前有很经典的这个 T1 600欧的型号，还有这个1990 Pro 一代，它也是这个250欧的阻抗。这种高阻抗呢，相对来说，它对于我们前端设备其实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就打个比方说，您可能直接接到这个电脑上，您需要把这个声音打得非常高，可能这边响度才是比较足够的。饶是如此，您可能直接接电脑，或者是接一些这个随身的播放器，
它给到的声音还是略有点发虚。如果您有一定发烧经验的话，其实可以马上判断得出来，就是说我这个前端设备给到的功率不够的话，就是会出现这种感觉的。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许许多多这个拜亚耳机的经典型号，它是需要您有一款台式这种所谓耳放的设备来对它进行驱动的。在这种条件下，它才能达到这个所谓的满功率运行，来给到一个理想的比较舒适这么一个发挥环境，来维持声音的完整性，来达到它的这个设计目的、设计需要。而到了如今2024年呢，其实这个耳机低阻抗的风声已经是大行其道，这个风完全的刮了起来啊。这也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阻抗，首先你确实要好推，同时你还要说，我不损失我的这个上限，这就是一个两难的局面了。而这次呢，我们这个1990 Pro 和1770 Pro Mark II，它们阻抗都是分别来到了30欧。然后呢，它相对应的灵敏度确实反而也减少了，所以说这款耳机好不好推，我马上去测试一下，看看这个它的这个数据表现是否能符合这个易推耳机的这么一种情况。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听，我们也已经对两款耳机大概的声音走向，包括与前一代的区别，还有它是否真的做到易推，有了一个大概的这种印象。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详细说说看。首先呢，在说声音之前，我们还必须要提一嘴这个佩戴。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戴呢，这个1990 Pro 2代它相比于一代的这个佩戴表现，其实还是有一点进步的。一方面就是这个头梁的设计，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头上这个压头的这种感觉。另一方面就是相对一代来讲，它对内的这个耳罩的压力还是有一点点减弱的。虽然说整体减弱的幅度不是很大，但是还是能感觉得出来，大概就是相当于您1990 Pro 一代戴个半年的这么一种感觉，稍微轻。然后我们再说这次是否真的易推，我也是用这个 SR35，就是爱立和的这个播放器矩阵中，相对来说比较偏向于入门的这么一款播放器去做了一下视听对比。在这个 SR35的驱动条件下呢，整体来讲，1990 Pro 2代它整体声音的完成度其实是要比1990 Pro 一代还是高一些的。我们可以明显的听到1990 Pro 一代如果是用这个随身播放器去推的话，它这个声场边缘还是有一点点那种声音有点发虚发黏，没有完全的给它撑开的这种感觉。而这个1990 2代上去的话，虽然说它这个声场还是没有打得那么的开，但是整体它的这个椭圆形的这么一个声场已经是完全的呈现出来了，边缘也没有这种发虚发黏的这种情况在。我们正常聆听一些流行音乐的话，那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了已经。同样的，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耳机接驳在这个玉龙 DA1 上面，整体耳机的声场和这个宽松度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进步的。在聆听交响乐的时候，1990 Pro Mark II 在这个 DA1 上面的表现，明显它相比于这个 SR35，它声场是打得更开，然后整体的动态要来得更好，就没有之前在播放器上听，可能它这个情绪起伏没有那么明显的问题，它相对来说动态确实要做得好一点。综上所述呢，就易推方向来讲，我觉得这次拜亚动力的改变还是相当成功的。他们做到了，您既可以用这种随身的设备来让这款耳机发出一个完成度很高的、完全可以聆听得过去的声音，也就是说不会出现那种恶声，这个完全截相啦、声场啦乱掉这种情况，这个是不会有的。如果说您想探究这款耳机的上限呢，确实它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发挥空间，来让您的这个高水平一点的设备，来让这个耳机的整体声音表现更上一层楼。好，那么说完了这个耳机的易推性呢，我相信很多烧友可能还是在关注，你这个1990 Mark II 相比于1990一代，是不是换汤不换药呀？我买这个1990 Pro Mark II 是不是相比一代就没什么优势？我认为这个 Mark II 呢，相比于一代它改变还是比较明显的。1990 Pro Mark II 2代这款耳机呢，它相比于一代的1990 Pro， 其实整体在给到的信息量，也就是综合素质方面，它们整体还是比较接近的。
二代相比于一代并没有一个飞跃性的，也就是素质上面的提升，整体的声场表现呢也比较接近，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规整的椭圆形的中等大小的声场表现。最大的不同呢还是在于1990 Pro 一代的耳机，它更倾向于拜亚传统的那种偏微型一点的调音，它的这个两端延伸会更多一些，更多的把能量放到这个低频和高频方面，听起来会略有一点刺激，而人声会有点薄。而这个 Mark II 二代呢，它是把这个高和低的一部分能量顺理成章的转移到了中频方面，然后把这个中频人声的表现要撑起来了很多。您是完全可以用 Mark II 这款耳机去聆听这种流行音乐，完全可以盲居，不必担心这个齿音爆炸，或者说是这种高频过于尖锐影响我这个听音表现的这么一种情况，这个是不会再发生了。所以说从整体上来讲，我认为这个1990 Pro 二代的耳机，它相比于一代其实是更加的适合于咱们广大的发烧友，它的这个声音是更具有亲和力的。相比于它的同门兄弟1990 Pro，混音母带的这么一个定位不同，1770 Pro 作为一款封闭式的耳机，它更多的还是偏向于录音，包括于这个直播啦、游戏啦、影音的这么一种需要。它封闭式的腔体呢是不会露出这个声音干扰我们麦克风的判断的。它整体的声音表现呢，线条感要更足，也就是声音的透明感更强。声场呢稍微要缩小一点点，但是不多。低频收得更快更紧，然后高频略微要拔尖一点点。
其实抛开1990 Pro 这款耳机的声音表现之外，其实我们最需要关注的还是它所使用的这款全新的单元。大家也知道，这个动圈耳机它究其声音表现呢，很大一部分，甚至可以说70%到80%，它这个声音表现都是取决于这个单元表现的。而这次1990 Pro Mark II 呢，给到我们的这款全新单元，它是命名为这个特斯拉.45的这么一款单元。它的单元直径呢，还是保持了拜亚一贯的这个45毫米直径的这么一种表现。我们可以听到的是，这款单元给到的信息量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同时保证了这个整体声音更柔和的这么一种表现。说到最后呢，这款1990 Pro Mark II 它的上市价格是4899元，相对于我们这个一代的1990 Pro 现在的成交价还是略高一些的。所以说，我想对于这个已经拥有1990 Pro 一代的这个用户呢，您可以完全保留这个1990 Pro 一代耳机，不要急着升级，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对于持币观望，有兴趣，差不多在这个3-4千左右价位，您选一款，既有这个比较中正的直白的这种表现，没有过强的音染干扰我这种音乐审美的这么一个用户，同时也对于这个声音的信息量有很大要求的这个潜在的这个用户来说，这个1990 Pro Mark II 还是非常值得您考虑和选择的。如果您想实际体验一下这两款耳机的声音表现，您不妨亲自走一趟我们原声带实体店，来亲自体验一下这两款耳机的声音表现。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